嗨，大家好，今天3月25日啊，给大家道个歉啊，最近实在太忙了，然后就停更了几天了。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用AI 呢做了一个项目啊，可能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了啊。这个东西呢是关于美股的一些估值啊、行业研究啊，是相当于一个类似于中立研究机构的东西啊。反正到时候很快就会与大家见面。这个呢也不是广告啊，也不是广告，就是说一下，就是这为什么这几天没来更新啊，停更了。反正更新呢，肯定还是要持续下去的啊。这个先说一说今天现在盘面上的情况啊。首先呢，大家肯定注意到这两天呢，特朗普呢是有点急了啊，急眼了啊，因为股市也在下，然后美债差点都炸了啊，就今天呢又往回收了收，我说的是收益率啊。美债要是炸了的话，那就真他妈的精彩了，对吧？然后呢，肯定昨天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呢，反正盘后呢，市场是大幅的在反弹啊。现在呢，整体的这个期货呢也在往上走啊，现在又回了一下啊，没有刚才高了。刚才疯狂的时候，纳指已经涨到1.5了吧？罗素也涨了快2%啊，现在又全都下来了。这个是现在整个盘前的一个情况啊。然后黄金呢是终于止跌了啊，开始反弹，现在是涨了2.5%。油价呢，反正最近就是耍猴啊。这个我估计大家也都听到过，前天周一啊，就是主要是周一啊，周一这个有15亿的大单做多 SPX 的期权，然后还有这个2个亿的空单去做空石油啊，就是精准的在特朗普放消息的前5分钟买入的，然后完了就直接就止盈离场了啊。这种我觉得 SEC 可能很快会有动作了，这种实在是真的连装都不装了。你哪怕就是真的你采用这种 VWAP 下一天的单子，对吧？把它拆成小单下一天最后一口气走了，其实大家可能都还能理解啊。现在是彻底装都不装了，就是这么个搞法，是吧？好吧，反正这种事情呢，我们就持续往下看啊。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反正SEC 我估计也不是吃素的啊，这种违反交易原则的很多东西，或者说这种典型的属于内幕交易的东西往后会不会去查，我不知道啊。我反正只是希望 SEC 去查但是查不查，什么时候查投鼠忌器，谁是鼠谁是器，对吧？我们也不知道，好吧这个是现在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这个黄仁勋呢又跑出来逼逼啊，这个说通用人工智能已经实现了，好吧，他为了卖芯片，现在已经是不要脸了，对吧？反正我们也不用去说他了，好吧？主要是这个ARM也推出了自研的 GPU 也可以从市场可以开始购买了。亚马逊、谷歌，然后英伟达、AMD 对吧？高通其实都会受到影响啊。ARM 的背刺推出了自研的这个不是 CPU，ARM AGI 的 CPU 就是正式从底层 IP 供应商变为英伟达、亚马逊和谷歌的直接竞争对手。所以昨天呢，谷歌也是大跌这个昨天我就很不明白为什么谷歌会暴跌了那么多这就很莫名其妙的一个东西。昨天跌了3.82%，反正现在盘前呢又往上涨了然后不知道到底要干嘛我们拭目以待这个反正昨天是很莫名其妙的一件事情，好吧。然后我昨天也没去看谷歌的新闻现在我也不去看了，因为这过去的事情我就不去说了看今天到底怎么走，或者今天盘后的时候我再来复盘一下昨天谷歌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苹果呢6月8号这个 WWDC 大会的期待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关键是惠普展示了其端侧运行的 AI 工具惠普 IQ 如果说这个是6月8号苹果自身在对于 AI 没有一些更大的改进或者推进的话，那可能其溢价可能就会就是整体产品的溢价我说的是包括 Mac Pro Mac 这些东西可能就会产生一些压力但是呢，我觉得谷歌和苹果这对欢喜冤家呢，很有可能会在 WWDC 给大家炸出来一个大瓜炸出来一个惊天大瓜。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大家还是持续观察一下好吧然后再说 OpenAI 呢传闻关闭了 Sora 应用
并终止了关闭了 Sora 应用，并终止了与迪士尼10亿美金的合作啊，只在 IPO 前经典业务。这种破烂公司啊，我为什么一直说它是破烂啊？去年给它冲了差不多250多，不止250，2500啊！去年给它冲了2500的这个 credit 啊，就是 API 的这种接入的 credit， 但是我从去年7、8月份开始我就转投 Gemini 了，就没有用，还剩2000多吧，好像2000不到。然后是今年2月底的时候，也就是上个月月底和3月头的差不多这段时间吧，我想里边还有一些 credit 没用啊，然后我就试图去用这个 API， 结果就接不进去了，然后我就去找客服扯淡，客服就告诉我说这个是 credit 不能退款 ，OK 啊，不能退款没有关系，那能不能用呢？不能了啊 ！OpenAI 这种破烂企业，他收了你的钱，1年到期他给你清零，这是什么个流氓操作啊？这种公司。我估计很多人没遇到过这个事情啊。为什么当时充了那么多钱？因为他用他的 API 去处理超长上下文的时候，他对 credit 有限制啊，所以当时给他充了那么多钱，结果没了啊，他就这么很流氓的不让你用，然后还把你清零了。这种流氓企业上市干什么啊？这种傻逼企业，好吧啊，我简直 OpenAI 就是最大的流氓了，特别又去干了些这种左脚踩右脚，包括什么英伟达、AMD， 对吧？他的故事大家都明白，这种大毒瘤，然后在客户这一侧又是耍流氓，对吧？整体Sam Altman就是个流氓啊！这个事情在硅谷已经是大家都承认的事情，何必去掩饰，对吧？好吧，不说他的事情了。然后我们回到这个 CRCL 回到这个数字货币啊，昨天大家都知道 CRCL 昨天暴跌了20%，对吧？现在盘现在涨了3%，我觉得 CRCL 可以破产了可以破产退市了，好吧？首先第一呢，主要原因我就说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数字资产市场清晰法案这里边最重要的一条是禁止类利息收入。所谓禁止类利息收入，就是禁止被动币生息明文禁止稳定币发行商或托管平台仅因为用户持有资产余额而直接或间接的支付报酬。这个就是明白告诉你，你不能和银行抢生意你也不应该去和银行抢生意，因为这个东西到底是由谁来监管？一个是由 SEC 监管，还是由 CTFC 监管，对吧？到底是商品还是银行这个是银行还是证券这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那么，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全的定论。但是这一条禁止它生息这个事情呢，肯定已经是严厉打击了。那么，你使用它跨境转账给予一定比例的返现或者优惠呢，这个可能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它只能作为支付工具，但是它不能作为银行资产就是你不要指望它去生息了。所以，包括CRCL， 包括这种以太坊的这几家持有商就 CRCL，肯定是就GG了不包括以太坊持有商，讲错，不好意思，口误就是特别是像 CRCL 这种公司呢，肯定就完了肯定它的这个叫什么，它的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它之前升息呢，是因为它用这些东西去购买美国的国债，对吧？就是这个所谓我们去年不是我很多人说这个稳定币法案给美债腾出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那么我当时就说，那条路是扯淡的。现在大家倒回头来看一看，是不是扯淡？如果真的是为美债给了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一轮东西，美日战争下来，美债怎么会接近崩溃既然这么大的数字货币的盘子，那美债不应该崩对吧？为什么美债还是几乎快要崩溃的样子？当时我就说了，它和美元是1比1绑定的，1比1对价的，你哪来想它做了一个这种又撑大了一个池子呢我不明白当时大家这种想法是干嘛反正现在这种说法也没有了，对吧？很多人就是接热点炒热点，热点炒完了，至于热点后面到底这个热点走是什么样了，没有人去关心这就是很多现在财经博主在干的事情，天天就是他妈追热点。然后热点追完了，也不去分析，也不去这个跟踪，也不去更深入的解读，反正热点追完了，流量追完了就完事了，对吧？这就是互联网现在自媒体的一种现状
好吧，算了，不说了，反正我也不是来博流量的，对吧？大家愿意听我讲讲啊一些非市场、非热点的观点、非主流的观点也 OK， 对吧？好吧，就先说到这里啊，就不逼逼了。我们盘后再来说吧，看今天市场到底要怎么样一个走势，继续反弹还是高开低走，我也不得而知啊。因为这2天我实在太忙，我连盯盘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大家发现我没有讲盘面的东西，我实在不知道盘面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好吧？就先讲到这里啊，祝大家交易顺利啊，拜拜。